火锅呀？海鲜火锅吧？对，特别好吃，那个牛肉，哎呀，火锅有什么好吃的？吃大闸蟹呀。好啊，海鲜火锅。哟，顾家，你来干什么呀？顾家，为那点钱，没必要扮难看啊。紧张什么呀？刚从茶厂回来，茶厂最新的成品，带回来给大家尝尝。顺便说一句，这个茶厂我做定了。那我们要恭喜你了，恭喜你找到了一个大买卖啊！这些天我在茶厂，从头到尾学了一遍采茶、水筛、揉捻、干燥、脱毛、压制，最终到形成这一罐。别看小小的一片茶叶不起眼，也得经过千锤百炼。更何况是人呢？要是走歪了一步，那就不是个东西了。有文化就是不一样。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我们的会所到底怎么了？阿猫阿狗都可以混进来啊！顾家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早就想清理门户了，只不过是你赖着不肯走啊！哎呀，那不要说那么难听好了啦。谢谢你啊，李太太。为我这么个不起眼的人，你还费尽心思挖了这么大一个坑，我心甘情愿为我的错误买单。人走的每一步都得付出代价，我付我的。各位呢，将来也一定会付你们自己的。一直觉得自己有捷径、有靠山，这叫价值观扭曲。像我一样，总有一天会被纠正的。不同的是，我还能在拥有自己性命的时候离开。各位呢？因为惯着夫性而存活，活在丈夫的价值半径里，再刨一份优越感，聚在一起炫耀、比较。真的是越光鲜，越可悲。我叫顾家，后会无期。喂，顾家，哎，您电话怎么一直打不通啊？我在茶厂蹲了2天账，有问题，你赶紧过来。这账面上肯定是有亏损的，而且不是估值报告里的那个数字。我怀疑他们是做了手脚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你看了这个有机标的资质了吗？已经过期半年了，这有2个追诉案，正在协商当中。我家在湘西，还有一个茶厂呢。呀，从来没有听你说过啊！我们这茶园呀、生产线呀、有机标倒是都有。这最近啊，我想把它卖掉了。你们谁想接手啊？我可以便宜给你们。老婆，没事吧？我有点晕车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儿有点偏僻。山路店吧，来喝点我们自产的茶。你们转让的时候怎么连账都没查清楚呢？
可能是签合同的时候签得太快了，所有的手续啊都是他们那边办的。那想什么呢？哎，李太太，你那个茶厂到底盘还是不盘啊？我可有个朋友在问着呢。我那个茶厂啊，正想盘给顾家呢，我现在就等着他的资金呢。哎，顾家这边要是不成的话，你再跟你朋友说好吧？李太太，我这边没问题的，我们公司这几天就会进来一笔账，也就这2天的事儿。啊，那就好。好啦。老婆，你签字前就没想着过来看看呀？你们这不是挖好了坑把我们往里埋吗？我们一直是正常生产的呀，我们这儿的茶都是好茶呀。行了，我现在说的不是你们的问题。要不要先给那个什么太太打个电话，问问？我该提供的都提供了，也都是正规手续。你接手之前不调研清楚，现在又来找我说什么呀？李太太，我当初是因为相信您啊。我跟你说的也是实话呀，这厂子效益不好，我不想做了。而且一开始我也没想转给你，是你自己死乞白赖找我，让我转给你的。顾家，这厂子呢要不要继续做下去，那是你的事情，跟我没有关系。但是后边的150万转让费，你必须按时打给我，1分也不能少。怎么说？徐总，佳姐，其实呢，现在只有2条路给我们选，要么就把厂子继续开下去，要么就直接宣布破产倒闭。如果把厂子开下去的话，这个有机标的过期罚款是一笔不小的数字。然后投入生产又是一笔钱，没有200-300万肯定下不来，这势必呢要向银行再去贷款，压力会很大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我们直接宣布破产倒闭，及时止损。这样的话呢，这后续的转让费呢，又可以通过打官司来进行减免。我们前面投的钱呢，全赔了，我们钱白捡的。顾老板，这厂子不能关呐，工人们都得靠它养家糊口啊。这件事儿确确实实我做错了。你说要搁以前的我，怎么可能不来实地考察，像疯魔了一样，就这么着急把合同签了？就是因为王太太给了我们幼儿园的推荐，于太太那边又给了我们烟花的订单，所以我就认为，太太圈给我们的东西都是最好的。你说的那句话没错，人捷径走惯了，总有跌得很的一天。我都知道，你是为了咱们家好。可我捅了这么大一个窟窿，可你还想填，不想撤，对不对？我今天看到你出门看那么多孩子，我就知道了。我知道现在直接宣布倒闭，是对我们家最小的风险和损失。但今天去过那茶山，看见那些孩子，看过了就是看过了。我真的没有办法说服自己立马关厂走人。嗨，不就是压房子吗？反正咱们家房子之前也压过，再压一次，债多咱不愁。等乐园这单生意稳了，钱到手了，赎回来不是问题。万一失败了呢？没有万一，我老婆干什么都能成。
还有我呢，我不做设计的吗？你茶叶那些包装我全包了啊。素话算数吗？算数。那我们给这些茶叶起个新名字，好啊。空山新清净，要不叫空山茶怎么样？空山茶，好听好听。新清净。